一个真正觉醒的人究竟有多可怕？他的内心不再有纠结，很平静，甚至喜悦。面对外面的世界，内心不再起波澜，因为他能看透并知道万物的真相，明白本质上是怎么回事。任何高人也算不出他往后命运的轨迹，因为他自己会改变命运。那么你知道什么是觉醒之人，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呢？一个人觉醒后会表现出3个特点。第一，你开始从内在感受到一个全新的自己，你与过去不再是同一个人。从这时起，你会开始对自己感到有点陌生。你知道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当一条道路适合你，很快你就开始变化。你会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不同，虽然眼睛还是同一双眼睛，但是透过它们来看的人却不同了。第二个，曾经的一些冲突和紧张从现在开始脱落，对评价别人和自己都越来越没有兴趣，你的负担开始被卸除，你会感觉到好像地球的重力不再向下拖累着你，天空有股神奇的力量拉着你上行。第三个，越来越多自发的思考与行动，且并非受到过去经验的恐惧感驱使，感觉和人们与大自然有深切的连接。从现在开始，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距离感，一开始变成局外人，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松动，走到哪里你都仿若经历地震。然而一切和往常一样，唯有你不再相同，但是你会再一次协同，这一次是以更高的觉醒维度碰撞。那么人在觉醒之后会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呢？人在觉醒之后并不像《仙侠传》中所描述的那样会立刻拥有什么神通或是得道成仙，而是具备了4种常人无法拥有的能力，特别是最后一种能力，那才是核心的力量。假如您拥有其中的一种，那我就先恭喜您，您的生命觉醒之门已经开启。首先就是平衡力。其实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源自于自己心里的失衡，所以能保持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平稳、平和的状态，是觉醒者首要的标志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宠辱不惊，得与失，福与祸，在他们的眼中都不再是绝对的存在。其次就是内驱力，因为觉醒之后，他就不会再拿别人的标准来权衡，来要求自己。他驱动力的源头也不再是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可，而是自我的实现，追求自己的使命和梦想。再次之就是洞察力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能让他们具备了看穿表象、直达事物本质的能力。他们仿佛有一双火眼金睛，一切的包装，一切的表象在他们这里都是失效的，就连你起心动念，在他的眼里也会看得清清楚楚。最后一个就是觉知力，觉知力能让他们出离大脑，远离这个纷乱的、纠结的2分世界，身心合一，
意念合一，拥有平静且稳定的核心力量。以上的4种能力，您是否有同样的生命体验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1519年，宁王朱宸濠在南昌举兵叛乱，他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蓄谋已久，一出手就组织了10万大军，准备顺江而下，一举攻占南京，自立魏帝。看着势头，似乎没人能阻挡他的称帝之路。但就在这时，赣南巡抚王阳明出来了。他带了几个人呢？1个人，就他自己。没错，即便是1个人也敢评判。王阳明招兵买马，不走寻常路，他选择了直接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，用了个围魏救赵的战术。宁王这下可慌了神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只好急急忙忙回师救援。鄱阳湖上两军对峙，大战一触即发。王阳明不仅是个军事家，还是个心理学家。他下令将写有特定字样的免死牌扔入湖中，那些字仿佛在向叛军士兵们召唤：陈豪叛逆，罪不容诛，但只要你们弃暗投明，我们就既往不咎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叛军士兵们纷纷捡起免死牌，军心开始动摇。朱宸濠眼看着自己的大军就这样在王阳明的一纸免死牌前土崩瓦解，无奈仰天长叹：好个王守仁，我家的事何必让你如此费心。就这样，在王阳明的智谋和谈笑间，一场可能危及整个江山社稷的叛乱，在短短30多天内就灰飞烟灭了。所以说，人一旦觉醒开悟了，百事可成。天选之人，你的灵魂该回家了。当你的灵魂指引你看到这个影片时，说明你该过这9种难关了。俗话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，尽还复来。只要你能承受得住上天给你的9个难关，你就拥有扭转乾坤的能力。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压制住你的意志，你将掌控自己的人生。第1关，怨天尤人。觉醒的第1步，往往伴随着对命运的不满和抱怨。人们常常抱怨自己的遭遇，责怪他人或环境的不公。这种情绪虽然短暂地缓解了内心的痛苦，但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。只有我们学会放下抱怨，正视自己的不足，才能真正开始觉醒的旅程。第2关，急于求成。觉醒的过程中，人们常常急于求成，渴望立即看到成果。真正的觉醒要时间和耐心，我们要学会等待，学会在过程中成长。只有经历了足够的沉淀和积累，我们才能更加坚定地迈向下一关。第3关，孤立无援。觉醒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会感到孤立无援，身边的朋友、亲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的想法和感受。这种孤独感
虽然令人痛苦，但也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。在孤独中，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，学会了寻找内心的力量。第4关，深度思考。觉醒的第4关需要我们进行深度思考，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价值观、信仰和人生目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遭遇困惑和迷茫。正是这些思考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明确自己的方向。第5关，改变自己。觉醒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勇敢地改变自己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旧有的模式和习惯，重新塑造自己。这个过程可能会充满痛苦和挑战，但只有通过改变自己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觉醒。第6关，接纳一切。在觉醒的第6关，我们需要学会接纳一切，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要坦然面对，不逃避，不抗拒。接纳是一种智慧，它让我们学会放下执着，学会在无常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。第7关，倾尽全力。觉醒的第7关需要我们倾尽全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全身心的投入，不畏艰难，不惧失败。倾尽全力，我们才能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第8关，顺其自然。在觉醒的第8关，我们要学会顺其自然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，尊重他人的选择，尊重自己的内心。顺其自然不是消极放弃，而是在努力之后，学会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第9关，心如止水。觉醒的最后一关是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，这意味着我们的内心已经变得平静如水，不再受外界纷扰的影响。心如止水的人能够从容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起伏和挑战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觉醒的9大关卡，每一个都是对我们内心的考验和磨砺。只有经历了这些关卡，我们才能真正觉醒，成为更加成熟、智慧的人。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，迈向觉醒的彼岸。人有2次生命的诞生，一次是肉体出生，一次是灵魂觉醒。灵妖，磨难越大，往往造化越大。那些差点要了你命的事，其实都是点醒你，挽救你，成就你的。在某一个时刻，你会心生感激，因为正是困境与磨难，让你增益了智慧，镀上了金身。上天为唤醒你，为了让你心死道生，涅槃重生，会用各种方式方法，9981难，关关难过，还得关关过，少一个都不行。不同剧情，不同演员来迷惑你，考验你，甚至把你直接抛入深谷，无依无靠，绝地中求生，
就是坚决打破狭隘偏执的你，让你进入更高层级的精神创造空间，不断升级，直到你真正悟空。有一天，你写自己的人生回忆录，删去那些无关紧要的故事情节，你会发现，那些最能让你闪光的，永远是那些所谓的大挫折、大磨难。也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唤醒，才让你真正从身体到灵魂彻底脱胎换骨。个人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先人的教诲：自带能量，气场强大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此时此刻，正在经历人生彻骨疼痛的人，也许你正是肩负着特别使命的天选之人。一切本自具足，一切都在等待你去完整诠释，立体呈现。别急别怨，回到自己，顶天立地，目视前方，不要向两边看，一直向前走，直到融入到蓝天虚空里。02，不要强迫任何人觉醒，因为宇宙整体的需要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轨迹，每个人的功课和业力都各不相同，每个人的灵魂都有各自要走的路。真正的开悟是心生慈悲之念，真正理解每个人，允许一切的发生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随时随地地给予真诚的意念祝福，并选择在合适的时候给其充分的能量助缘。万事万物，花是花，草是草，树是树，江是江，河是河，海是海，没有高低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都是宇宙的智慧，各自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，显现不同的状态，呈现出来不同的香。一切的发生也都是来成就我们的。因缘和合，机缘巧合，每个人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遇见点醒自己的东西，这个时候开启一个人的灵性就会事半功倍。抓住机会，用智慧与智能让它醍醐灌顶，助它顺势而上，精神跃升，它就可以从低维能量中超拔出来，彻底改变命运。独来独往的日子，可以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，去看清身边的人和事。那些曾经能击垮你的东西，现在变得微不足道。穿过暴风雨，你和从前早就判若两人。山高路近，看世界找自己，不要强迫任何人觉醒。每个灵魂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修行者要做的事，不要妄想改变别人，而是要善待人生中每一种缘。当你的能量越来越高时，你开始真正理解每个人，没有好坏，没有对错，只是它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，显现不同的状态，做了不同的选择。然而，一个人突然觉醒是最恐怖的，因为一定是痛醒的。成事的前提是苦心志、劳筋骨，
是为了将你唤醒。这种经历是反复持续的，命运之边会不断地驱使你。都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那么何谓修行呢？修行就是一个人从愚痴到觉醒开悟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使身心趋于正道，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，成为那种一点就透、悟性很高的人。悟性只对人理解、敏感、人性、共性的了解能力。悟性高的人要比普通人敏感，要比一般人注意别人不好的地方。悟性高的人性格是内向敏感的，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，可以让他对人更加有洞察力。悟性就是悟人，悟性是一种敏锐。那么凡夫如何提高悟性，破除执迷？普通人如何才能觉醒开悟？具有慧根之人可通过深度修行，察天地，知因果，懂轮回，站在高维的认知高度俯瞰天地，洞悉世间一切的真善美，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，进入到喜悦、空灵、无我、开悟、顿悟和觉悟的人生境界。觉醒就是一个人睡醒了，开悟就是说这个人知道自己的人生如何活了。觉悟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心无杂念即是悟性，心无杂念自己就安住在纯智慧之中，破除执迷，方见本心。生活的阅历将告诉我们，除了要看懂事物表面的意义之外，本质的意义可能更加意味深长。身在花花世界，容易被这个光怪陆离的天地迷失双眼，蒙蔽内心，继而也失去了原有的心境。返璞归真，以静养心，悟性自然就会提高了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一个人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到哪里去？这是物理学和哲学的终极问题，更是心理学的终极问题。如其本来的样子，就是觉悟的样子。这是一个能量守恒的世界，付出和回报，痛苦和快乐，磨难和幸福，如光与影，昼与夜，风与谷般难分彼此。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是来成就你的。你经历多大的痛苦，终会换回多大的幸福。人生就像荡秋千，当你跌入谷底的时候，恰恰是你积蓄了最大的动能开始腾飞的时候。当你感觉步履艰辛，那说明你是走在一条上坡的路上。当你感觉顺风顺水，你要警惕是否在下坡。痛苦是教人觉悟最好的老师，大痛苦大开悟，小痛苦小开悟，不痛苦不开悟。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只有经历了500年五行山下定心丸的煎熬，才真正领教到这个世界规则的强大，从此心源归正，六贼无踪。觉悟者其心若水，平静纳随，
当是其最高境界。水是平的，平到可以做一面镜子，让这个世界的纷纷扰扰一览无余。心不平则万物不平，水有自净的功能，净者净也，足以净化一切的污泥浊水。觉悟者方寸之心，如海纳百川，海以其那百川才成其大，山以其立沧桑方筑其高。水无定性，随物复形，遇圆随圆，遇方随方。水从无意去操控和改变什么，但是却总能以柔弱之形洗涤群会，滴水穿石，坚强莫敌。胜者随时而行，贤者应势而变，智者无为而治，达者顺天而生。每个人都无法成为一座孤岛，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宇宙，也终将回归于宇宙这个系统。生活是活生生的真相，它或许并不好玩，或许并不公平，但不可否认，生活才是真实存在于身边的片段。只有投身于其中，你才能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时代血脉的温度。站在生活之外旁观，结局只会是被生活抛弃。觉悟它是人的一种状态的一种感知，是对物化世界万物的一个崭新认知。我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。其实开悟并没有那么神秘，所以经过以上的学习，从而可以把觉悟融入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人的智慧、勇气、爱、慈悲、耐心、毅力等等，这些力量并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本质，即众生的自性。想要觉醒开悟，就要从知行合一开始。中国禅宗已经告诉我们了两种方式，顿悟和见悟。顿悟是指顿然领悟，豁然开朗；见悟是指逐层修习，慢慢累积。无论顿悟还是见悟，想要觉醒开悟，都必须要从这三点开始做起。知行合一，致良知，活在当下。第一点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为，让自己言行一致，做到知行合一。所谓的修行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，让自己从知道到做到，从做到到做好。一个人想要通过顿悟来觉醒开悟，需要具备两个条件。条件一，自己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。条件二，有机会遇到高人的指点。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有人觉得自己悟性很高，可惜遇不到高人，顿悟离自己很远。其实不然。1969年互联网诞生，随着2024年互联网与九子离火云的加持下，更多高质量的信息你都能第一时间获取。条件二，高人指点就非常容易满足了，剩下的就是看你的悟性够不够高了。悟性高的人就会开始觉察、觉知，去改正自己的认知与行为，让自己做到知行合一。悟性低的人就算知道了，也并不一定能够做到。这个时候
就只能通过见悟来觉醒开悟了。知道就是做不到应该怎么办，唯一的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学习。通过不断的学习，改变自己的观念，找到适合的方法，才能让自己从知道到做到，最终做到知行合一。第二点就是治良知，从知道到做到之前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良知的意思其实很好理解，意思是良心知道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知行合一，才是真正的知。也就是说，在修行知行合一的时候，要遵守一个原则，那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；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在追求觉醒的时候，不被利益熏心，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，才能在修行中觉醒开悟。第三点就是活在当下，不念过去，不惧未来。知，要对得起良心；行，要活在当下。有些人一直活在过去，无法从过去的痛苦、辉煌、后悔中走出来；有些人一直活在未来，规划、布局、谋划自己的未来。知行合一，修行，不断学习，把学到的知识用出来。知良知，辨别所有获取到的信息，所有的行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。行，活在当下，重视时间，把时间花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上，具有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顺其自然，争其必然的心态，具有爱你所爱，行你所想，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的状态，具有不念过往，不负当下，不畏将来，勇往直前的心理。生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常常被各种欲望和执着所困扰。然而，真正的智慧在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执着于过去，不忧虑未来，活在当下，让心灵如湖水般宁静，不被任何事物所动摇。让我们放下心中的负担，释放内心的束缚，让心灵在无执中自由飞。无论生活如何变幻，我们都能保持一颗无畏无惧、自在从容的心，修炼自己，做好每一件当下在做的事。那些厉害的人都是专注做好自己做的每一件事。觉醒开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在自己做任何决策和行动的时候，留出一个空白的时间，自己审视一下自己的念头和决定，然后再去行动，始终不断地去培养自己的出离心，直到能把觉这个字刻到自己潜意识里面去为止。否则人就会很容易进入到自动化运作的模式当中去，而自己完全不自知。普通人不要追求顿悟，想象自己一觉醒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要脚踏实地的见悟。觉醒的方法就是终身学习，学等于输入等于知，习等于输出等于行。
一个人最高的智慧是极简外物，深耕内心，删繁就简，去伪存真。一个人开悟、顿悟和觉悟后，便具有发善心、持善念、行善事、结善缘、种善因的自觉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面说，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正确的为就可以了，莫争。所谓佛就是觉悟者，佛法就是让你觉悟。然而觉悟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并非一动不动，也没有什么超凡入圣。佛就是凡人，凡人亦是佛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如果把凡夫和佛对立起来，不做凡夫，一心入圣，永远成不了佛，也开不了悟。觉悟者具有大智慧，所谓智慧者，实无智慧可言，专心做事，勿想勿念，这就是开悟者的人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觉醒2字。愿你早日开启觉醒之门，同修大道，走向新生，离苦得乐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